拜登最高顾问团建议，美国准备彻底切断中美贸易，封锁马六甲海峡，我们该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 G20 峰会期间，美中元首举行会谈的当下，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最高顾问小组却发布了一份包含39项建议的年度报告。这份长达785页的报告以假设性问题表达强硬，并且提出了几个关键的全面打击中国的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首先，该报告建议美国国会为彻底切断中美贸易做好准备，其前提是中国没有遵守几十年前签署的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准入协议。在中国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下，该报告建言美国贸易代表评估中国遵守1999年市场准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情况。该协议是北京和华盛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签署的。如果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未能遵守其加入世贸组织的商定条款，美国国会应该考虑立法立即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这份报告呼吁美国立法者研究在发生涉及中美军事冲突时封锁中国能源进口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很多人不理解美国海军霸权的意义，从本质上看，就是对国际航运水道的控制能力。中国进口石油的 60% 来自于中东地区，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海。中国对欧洲和西亚、非洲的外贸远洋运输量占中国外贸运输量的 70%， 而航线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基于中美经济相互紧密联系的现实，美军对中国航运路线的威胁在和平时期似乎并不明显，但是在战争时期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们敦促美国国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为中国统一台湾之后进行的经济制裁和军事介入做准备。美国把俄乌冲突当成是未来应对台海危机的样板。在中国军力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美国正在制定一整套对华制裁措施，用于威慑中国可能采取的统一行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美国对华制裁必须获得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否则就没有太大意义，或者说仅限于威慑。而要对付美国的制裁讹诈，中国在未来几年内需要突破高科技产业的核心供应链。你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中国产业链还面临着一些短板，美国才敢提出这样的方案。据介绍，提出这些建议的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成立的一个独立小组，他们负责直接向立法者报告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报告也被称为今年关于中国的坏消息的编目。美国立法者和学者会利用这些报告来制定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建议。该委员会的10大建议中有5项涉及应对台海冲突，包括建立一个常设的行政部门委员会，负责对中国实施制裁，授权总统在发生战争时迫使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以及吴大道楼关于美军抵抗能力的报告。过去我们就说过，美国政坛已经把反华当成政治正确。这个美国政策中国问题最高顾问小组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这些反华分子提了什么建议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建立相应的军事能力和科学实力，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加强与美国的贸易联系。中美之间斗争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结束的，中国要和美国竞争，也要和这些极端的反华分子们斗。我们为此必须做好外交斗争的准备，以及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怎么来破解他们的有关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建议呢？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军力建设，尤其是远洋作战能力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要加强南海岛礁的建设，从而
让我们的军力能够抵达马六甲海峡的北端，从而破解美军的企图。那么，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充分的做好准备，时间一定会在中国一边。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